你是不是经常这样？一个很好的想法在会议上憋了回去，因为怕讲错；面对一个不合理的要求，你点头答应，因为怕拒绝会让气氛尴尬；走进一个新环境，你表现得小心翼翼，因为怕自己看起来很蠢。这不是内向，而是你把别人目光的判断权凌驾于自己人生的选择权之上。你身上那种弱者气息，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你过度在意面子，自己套上的枷锁。有些人一走进房间，还什么都没说，气场就已经压过全场。相反地，有些人无论多么努力，都像是透明人一样，谁都不会特别注意。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活得小心翼翼，甚至散发着一种弱者的味道？而那些真正的强者，为什么敢在众人面前出丑，却反而更受尊重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该如何彻底摆脱那股让人轻视的懦弱气息？为什么你总是活得畏手畏脚？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公共场合讲错一句话，别人会记恨你一辈子。你可能在群体里不敢随意发表意见，因为怕自己说错了会丢人，甚至明明机会就在眼前，你却因为怕尴尬而选择退缩。你以为自己一举一动都被人拿着放大镜看，大错特错，你高估了别人对你的关注度。一位年轻经理明豪在一次提案会上，紧张到手抖，不小心把咖啡泼到了投影幕边缘。明豪的内心想，完了，我太笨拙了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草包，这会毁了我的职业生涯。但现实是，5分钟后，没人再记得那杯咖啡，客户只关心他的提案数据，人们最关心的永远是与他们自己利益相关的事。你眼中的世界末日，在别人眼里只是3秒钟的背景杂讯，没有人有空永远记住你的尴尬。小李在公司聚餐时鼓起勇气讲了一个冷笑话，结果全场沉默3秒。小李当下脸长得通红，觉得自己丢脸丢到家。那天回去后，他甚至失眠，脑子里一直回放那3秒的寂静。但第2天，小李问了同事们，有人还记得吗？大家都笑了说，啊，昨天有这件事吗？没人把这当回事，只有小李自己把那一幕放大到无限大。真正折磨你的，不是外界的目光，而是你脑中那个不断谴责你的自我。这个声音在告诉你，你必须完美，否则就是个失败者，让你寻求外界的体面来堵住他的嘴。你越想维持体面，就越害怕犯错，结果就是你为了躲避这个声音，牺牲了所有的成长机会。你把自己看得太轻，又同时把别人的看法看得太重。把丢脸视为最便宜的体验券。真正的强者不是不丢脸，而是他们懂得，丢脸是一种高回报的低成本投资，丢脸是学习的必经之路。所有的进步都建立在犯错之上。如果你怕丢脸而不尝试，你就永远拿不到学习的体验券。软体工程师阿哲，因为害怕烂英文丢脸，从来不敢在国际会议上开口，眼睁睁看着晋升机会溜走。后来他决定刻意去丢脸，他要求自己每周至少在公开场合说一个英文单字或问一个蠢问题，同事笑他，纠正他，他都照单全收。3个月后，他的英文进步神速。他明白，每一次被纠正的尴尬都是免费的1对1辅导。我付出的只是几分钟的难堪，换来的却是永久的能力提升。如果你的面子比你的成长更重要，你注定永远留在原地。一场演讲比赛，有个学生一上台就忘词，全场安静，他愣了10秒，本以为他要崩溃，结果他突然笑了，不好意思，这就是我紧张的表情。全场哄堂大笑，气氛瞬间融化，他也急着笑声冷静下来，最后反而拿了冠军。强者不是不会丢脸，而是他们敢把丢脸转化为魅力。支援阿芳，他能力不错，但每次主管问意见时，他总是低头沉默，因为他心里想，万一说错了怎么办？结果几年下来，升迁的机会永远落在那些敢开口的人手里。他越不说，别人越觉得他没有想法，最后他真的成了边缘人，不敢出丑，反而才是最大的丢脸。
3. 停止当窝囊废。要改变这种状态，3个方法。方法1，给自己设定失败预算，不要试图追求完美，要量化你的失败。每天给自己一个允许犯错的额度。我允许今天在公众场合至少问2个蠢问题。我允许自己被拒绝1次。当错误在你的预算内时，它就不再是意外的打击，而是计划中的行动。你的心态会立刻轻松下来，更愿意去尝试。方法2，把尴尬当成自嘲。自嘲是一种强者的智慧，很多脱口秀演员的段子都是从自己的糗事里来的。当你能把尴尬的经历讲成笑话时，它就不再是伤害，而是一种吸引力。方法3，用行动去冲淡恐惧。多暴露在同样的场景里，恐惧感就会慢慢消失。第1次上台你会抖，第2次还会抖，但到第10次，你会发现自己比谁都自在。恐惧的本质是逃避，对抗逃避的最好方式是进行低风险、高频率的曝光练习。在电梯里，主动对陌生人说一句早安或吃饱没的打招呼话语。在群组聊天里，第1个发言，即使只说一句话，这种不断重复的小冒险尴尬，会让你的逐渐瓦解你的丢脸的恐惧。你的自信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一次次丢脸中累积出来的。曾经有位老人回想过去时说，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，不是失败，而是那些没敢尝试的事情。老人又说，如果当年我敢表白，也许我就有不同的人生。如果当年我敢辞职创业，也许我会走出另一条路。你看，让人痛苦的从来不是丢脸，而是错失。过去是否有因为害怕丢脸、害怕尴尬而没敢尝试、没敢争取、没敢拒绝的机会？别让面子困住你的人生。弱者气息是你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信号，它的根源就是你骨子里不够强势，想取悦所有人，结果谁都不真正尊重你。从现在开始，别再活得像个窝囊废，勇敢的去犯错，去尝试，去丢脸。你越敢于丢脸，就越快获得成长。